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发现是用电池取代了石油，然后用充电桩取代了加油站，所以大家会发现有些公司的业绩会往上涨。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讲最近很夯的电动车。那我们要介绍的第一档个股是顺德。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在电动车这个部分呢，为什么我们觉得它最近是特别夯，要拿出来特别讲呢？我们在2022年来看哈，全球来讲的话，它的能源车的销量哈已经达到了1065万辆。整体来讲，在2022年，大家也知道，整个股市是从上往下，整体的经济都呈现衰退。可是你看它在年增长的率的部分呢，就可以高达63%。好，所以这边大家就会知道，就是说电动车这个地方呢，销量是不错的。那如果以纯电动车的销售量呢，它成长也是差不多68% 左右。好，这就是我们新能源车的销量以及成长率，这边大家就看得很清楚。好，那接下去呢，那我们既然知道电动车为什么成长幅度那么高，因为随着各国政府环保意识的抬头，所以说各国政府纷纷祭出了一些就是油车它进产的销售时间点越来越近，所以各车厂都在就是转型当中扩增电动车的产能，所以说预估到2025年的时候，整个电动车的市场渗透率，然后将会超过3成，那目前大概是在1成左右。所以说研调机构所出来的数字呢，从2021到2025年的电动车的话，年复合成长率是45%。那目前为止，全球就销售市场来看的话呢，中国市场的比重最高，占65%，居于首位。那其次就是欧洲的25%跟美国的10%。好，那接下去我们去看一下，就是说，那电动车跟燃油车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呢？那很简单嘛，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般的燃油车它就是由汽油或柴油，然后变成一个能量供给，然后提供就是说引擎动力，让车辆可以往前走。可是电动车呢，它就不要汽油了，它是用电池输出电能，然后驱动马达，让整个电动车这个地方转动。那由于纯电动车的结构改变，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你有一些比如说机械啊或零件这个地方哦，或汽油这个地方就会逐步被淘汰，那取而代之的就是像电池的需求量就会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发现差异处呢，就是用电池取代了石油，用马达取代了引擎，然后用充电桩取代了加油站。所以大家会发现有些公司的业绩会往下掉，可是有些公司的业绩怎么样，会往上涨。那我们这边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说在电子半导体及零组件这个地方呢，需求会往上增，还有电池电源管理，还有电机电控，这些都会往上走。还有就是说取代加油站这个充电桩的商机也是长期看佳。我这样一讲大家就知道啦。那我们接下去这1个月的电动车这个地方呢，一定就是讲相关受惠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为什么第一家挑顺德呢？刚刚已经讲过，就是在半导体这个地方会受惠，整个业绩会出来。那我们介绍一下顺德它的产品啊。那顺德这个产品，它的公司最主要是做导线架，那整个营业比重呢高达86%，那剩下的14% 呢，就是它当初是以文具和办公用品起家，不过近年来的话，已经逐步转型到电子这个地方为主，然后它也会有它的一些转投资的事业，因为比例比较高，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并入它的那个综合报表里面。好，那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这是它大概的营运状况。那我们看它主要的产品呢，就是它是最终就是做成导线架。那导线架这个是在我们半导体封装的时候需要用到的。顺德来讲的话，它的导线架这个地方呢，就是全部的导线架占全球在第4位。那功率导线架这个地方呢是在第1位，你就可以知道这家公司的就是在导线架，尤其是功率导线架这个地方市占的重要性了。好，我们从它法说所揭露的一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电动车这个地方的营业比重，这个地方已经从2017年一直到2022年，目前我手上最新的数据到第3季这个地方呢，它是不是营业比重逐步的在往上走？好 ，OK， 那这样看得出来，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我跟大家讲的部分，就是说它在全球市场
的占有率，还有在功率市场的占有率这个地方，你看全球它占第1位，整体的市场这个地方它在第4位。好，大家看得很清楚以后，那我们接下来就讲财务分析的部分咯。OK， 我们看一下哈，这就是每次都为大家讲，就是说ROE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税后净利去除以股东权益，看 ROE 它这近年的变化。那另外我们就是把它拆成3部分，净利率乘以总资产周转率乘以权益乘数，看它每个比例的变化。好，接下去我们看一下，这是顺德的年财务简表，那刚好就是说它的财报最近公布出来，那我们就从2017年一直比较到2022年，那我们可以看到 ROE 的部分呢，它从2020年这个地方达到一个谷底了以后，这2年都是逐步的往上走。那在税后存益率这个地方呢，随着那个电动车的比重往上走，那整个数字也是从2020年这个地方就往上，总资产周转率这个地方呢也相对提高，权益乘数这个地方也是逐步往上走。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它 ROE 的成长、税后存益率，还有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乘数这个地方都有一些从2020年这个地方往上拉，那使它的 ROE 逐年的成长。好，那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它的季报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它的毛利率的部分16.4%，然后存益率的部分是7.52%，算是一个中等的水准。那负债比例控制在50%之下。最主要就是说，在2023年我们看到它这边的获利成长幅度呢，虽然今年全球的 GDP 是呈现衰退的，可是它今年的整个获利成长力还可以到13%，所以这就是在不景气之下，我们去选择业绩还持续成长个股，这就是我们把顺德挑出来跟大家特别讲的部分。好，接下去我们看一下技术面的分析。那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介绍，导线架呢，它就在封装的过程中它所需要的。以过去来讲，顺德它的导线架在封装这个制程来讲的话，是属于比较成熟的制程所采用到的，所以过去它的股价都是在一个箱型整理的部分。那一直到电动车开始逐步发酵的时候，功率半导体这个地方的需求往上增，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就大家说的咸鱼翻身，所以大家看它的股价这个地方呢是呈现比较大的波动就是从2015年到2021年这个地方。那它这一波的回档的过程中呢，它有小幅跌破1/2。那再加上我们刚刚有看到，就是说它今年的获利成长大概13%，所以我们在评估后市的部分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它后市在正常上涨盘涨这个地方的几率会相对比较高一点，在成功上涨这个地方呢，就要等到业绩比较具有爆发力的时候，它的成功上涨的机会才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就可以大概把后市的情况这个地方先画出来，然后接下去就是看它基本面的变化，符合预期的话就是盘涨，如果优于预期就会成功上涨 N， 然后如果不如预期的话，它就比较容易走失败 N 跟倒 N 型。 OK， 那今天就是有关于我们对于那个电动车的第一集顺德这个地方呢，做一个基本简单的介绍，希望大家持续收看。接下去我们要在下3个礼拜这个地方呢，都会继续跟各位介绍不同的电动车概念股。 OK， 到了最后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星期再见喽，拜拜。